3种方法破解俄军在战场的唯一优势——滑翔炸弹。德制 SMART-155 弹药无惧电站干扰，帮助乌军精准打击俄目标。为阻止俄军进一步西进，波兰修防线，加大军事投入，其订购116辆 M1 坦克已完成交付。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俄军第83旅在沃夫昌斯克被完全击溃后，已全部撤离战斗。如今哈尔科夫的俄军只能依靠投掷滑翔炸弹，这唯一优势阻止乌军的反击。那有什么办法进行破解呢？关于俄军投掷滑翔炸弹，其实是偷师的美军战术。今年以来，俄军大规模使用卫星制导滑翔炸弹，对乌军前沿阵地和基础设施实施大规模空袭，投掷炸弹的爆炸当量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 FAB3000 这种棒级的超级炸弹。不仅使如哈尔科夫、利布奇这样的地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轰炸，更是对驻守的乌军造成沉重的精神打击。更糟糕的是，乌军几乎没有应对之策，而作为强力支援的欧美国家自然不会容忍俄军的猖狂。据美国防务新闻6月28日分析称，俄军所投掷的滑翔炸弹本质上就是传统的自由落体炸弹，额外加装了 UMPK 套件，改装模式类似于美国的捷达姆，只是射程更远而已。在俄军手里，其优势首先是苏联生产的自由落体炸弹够多，只要 UMPK 套件生产速度跟得上，俄军就能持续投掷这种廉价、威力大的制导炸弹。其次，挂载这种滑翔炸弹的俄战机不需要冒险进入乌防空区，只需在距离前线数十公里外相对安全区域投放这些炸弹就可以了。后者可根据预设数据对指定的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最后，由于这些滑翔炸弹体积相对较小，难以在雷达上发现，加上没有推进装置，靠滑翔飞行，因此也不会发出可探测的红外信号，乌军很难发现和拦截。更重要的问题是，乌军当前也没有足够的防空导弹能加以拦截。防务新闻报道称，俄罗斯每周都会向前线及其乌克兰后方目标发射数百枚滑翔炸弹。泽连斯基也称，仅3月份就3000枚滑翔炸弹击中目标。他说，乌克兰需要更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来阻止俄军滑翔炸弹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破坏。尽管北约和欧盟正在积极讨论援助更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就连以色列也打算援助8套，但不可否认，拦截导弹成本高昂，在与俄军滑翔炸弹的攻防战中，成本交换十分不利。为此，经过专家组讨论后认为，对付俄军滑翔炸弹最有效实际的办法就是摧毁投掷这些滑翔炸弹的俄军战机。在近期对俄军的空袭行动中，乌军也是这么干的，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军机场实施了空袭。如今年5月，乌军使用 ATACMS 导弹成功在克里米亚摧毁了俄军3架战机。6月份又至少出动7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进行了空袭，摧毁3架这种可以挂载滑翔导引炸弹的俄战机。当然，美国虽然放宽了政策，允许乌军使用 ATACMS 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正在或即将攻击乌克兰的部队，但乌克兰人表示，这仅适用于距离俄边界96公里左右的目标，有更多的俄机部署在距离前线更远的机场。因此，乌克兰希望美国解除 ATACMS 导弹等美元武器的使用禁令，如获得射程更远的对地攻击武器，如射程在900公里以上的 AGM-158 联合空对地攻击导弹等。只是综合美联社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3日的报道，乌方希望美国批准其使用 ATACMS 导弹深入俄罗斯境内100到150公里范围。一名乌军指挥官称，若是能解除禁令，我们就可以尽一切努力摧毁俄军的指挥中心。但乌方要求却遭到了美国拒绝。一名美国国务院代表向俄卫星通讯社透露称，美国总统拜登虽然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目标，但坚称其使用 ATACMS 导弹和其他远程打击系统的禁令依然有效。不可否认，使用战术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俄军战机是乌军阻止俄军滑翔炸弹来袭最好的方法，但碍于禁令仅限于摧毁部署在前线的俄战机，作用有限，或许之后会有转机。拦截俄军滑翔炸弹的第2种方法是依靠空中机队进行空中拦截，毕竟乌空军很快就能获得 F-16 和瑞典的爱丽眼空中预警管制机，而美国在提供 AM-120 导弹组成一旦成立，将能有效拦截俄军没有自卫和躲避能力的滑翔炸弹。要知道，瑞典提供的爱丽眼预警机其探测距离可以超过450公里，能同时探测并处理1000个空中目标和500个地面目标。尽管它的雷达性能还不足以探测到隐形目标，但对于俄军的滑翔炸弹还是可以轻松拿捏的。而 F-16 在挂载 AM-120 导弹后，射程也超过了俄军滑翔炸弹。
一旦 IDM 预警机在乌克兰上空发现来袭的滑翔炸弹，就可以通过数据链指挥 F-16前出，发射 AIM-120 导弹实施拦截。不过，想要实现这一组合，在前期在乌军具备独立指挥能力之前，瑞典恐怕要先派来成熟的空战管理人员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也要说服美国援助如 AIM-120 这种空导弹。第三种拦截俄军滑翔炸弹的方法是打电子战，通过干扰滑翔炸弹的卫星导引信号，包括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或美国的 GPS 卫星导航系统，从而影响滑翔炸弹的命中精度。尽管理论上滑翔炸弹也有备用的惯性制导系统，但在没有卫星制导的情况下，滑翔炸弹飞得越远，误差就越大。若是俄军选择离近发射，又会处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打击范围内，因此电子战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总之，无论是哪种方法，都需要欧美进一步放宽对乌克兰的军援限制。当然，以色列的8套爱国者若是能援助到位，或许会打开放宽限制的步伐，俄军在战场上的唯一优势将不复存在。在持续2年多的俄乌冲突中，精准打击能力已成为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在前线战场，乌军使用德制精准弹药起到了巨大作用。据防务快报23日报道，乌军自走炮车长科布扎尔透露称，自2023年2月底开始使用 SMART 155弹药以来，其所属部队在1个半月内共发射136发，成功摧毁41辆俄军战车以及多辆步兵战车、牵引炮和卡车。据悉，这款155毫米精准导引弹药由 GIWS 合资公司制造，可与 M109 或 PZH-2000 自走炮系统一同使用。与 M982 神剑这种依赖 GPS 导引的智能弹药相比， SMART 155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精准度，不受敌方电子战系统的干扰，在战场上更加实用。每枚 SMART 155都是一枚47公斤的重型炮弹，其内包含2个子弹药，配备有可靠的传感器，能准确识别真假军事目标。此外，每个子弹药都包含一个高穿透力的 EFP 弹头，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可以用于对付俄军的重型装甲车。其打击过程是当 SMART 155从乌军火炮发射后，其降落伞就会打开，并在空中缓缓旋转降落。等在弹道末端探测到目标后，它就会引爆其爆炸有效载荷，产生一个高速爆炸形成的弹丸，从装甲相对较弱的上方击中目标车辆，以获得最大效果。而且由于该弹药的感测系统采用数种传感器，使其在各种环境天候下都可以使用。然而 SMART 155有缺点，就是太贵了，每枚造价都高达数万美元，无法像常规弹药那般大量使用。不过考虑到其精准性和低消耗性，其仍是打击高价值目标的不二之选。目前德国已经下令恢复 SMART 155弹药的生产，或许今后乌俄战场大家会看到俄军基地挨个被爆破的场景。为了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波兰与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一起提议在其边界沿线修建一条坚固的防线，预估耗资25亿欧元，目前已经致函欧盟，希望能得到其他成员国的同意和财政支持。而除了这条防线外，波兰在过去5年中，其武装部队取得了显著的扩展和现代化，现役的军事人员已经扩充到了约15万人，国防预算也已增加到 GDP 的 3% 以上，并对其新设备和技术进行大量投资，如购买美国的 M1A2、F35 以及韩国的 K2、K9 等。这么做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了守护领土安全，同时提防俄军的进一步西进。值得注意的是，6月26日，波兰军备局宣布，最后一批47辆 M1A1、F1P 坦克已经抵达波兰。这些坦克将进入波兰陆军第18机械化师第1华沙装甲旅服役。据悉，该旅此前已经接收了69辆 M1A1、F1P 坦克。本次的交付标志着波兰和美国于2023年签署的协议正式执行完毕。接下来，波兰将继续接收更先进的 M1A2、SE-PV3 主战坦克。2023年1月4日是交付的起点。当时，波兰国防部长布瓦什恰克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军购协议，希望购买116辆翻新的 M1A1、F1P 坦克，12辆 M88A2 装甲救援车，8辆 M1074 联合突击桥，6辆 M577 装甲指挥车，以及26辆移动维修车。合同总价值约14亿美元，其中近2亿美元作为援助资金，由美国提供。此次交付的 M1A1、F1P 属于火力增强型，与 M1A1 相比，明显对火力、装甲和电子设备进行了升级，整体性能与美海军陆战队使用的 M1A1SA 类似。至于接下来交付的 M1A2、SE-PV3 主战坦克，这始于布瓦什恰克在2022年4月5日与美国签署的一项军购协议，其内容是购买250辆 M1A2、SE-PV3 主战坦克，26辆 M88A2 装甲救援车，
以及17辆 M1110 联合突击桥，合同总价值47.5亿美元。这些坦克同样将装备波兰陆军第18机械化师、第1华沙装甲旅和第19机械化旅服役。其将被分为4个坦克连，每个连装备58辆 M12 SEPV3 主战坦克，剩余的18辆则用于训练。除了 M1A1、FAP 和 M12 SEPV3 外，波兰还在2022年从韩国订购了180辆 K2， 截至目前已交付46辆，并且计划从2026年开始在波兰本地生产820辆更为先进的 K2PL 主战坦克。原有的豹 2A4 也全部升级为豹 2PL 标准，共计128辆，再加上2013年订购的105辆豹 2A5 主战坦克，相当于进入本世纪30年代后，波兰的陆军将拥有116辆 M1A1 FAP、250辆 M1A2 SEPV3、105辆豹 2A5、128辆豹 2PL、180辆 K2 以及820辆 K2PL 主战坦克。届时，波兰陆军将拥有欧洲第2大装甲力量，规模上仅次于俄罗斯陆军。当然，波兰海军和空军也在进行现代化改造，采购新的潜艇、护卫舰和防空系统等。大家认为波兰急速扩张军力的行为是否值得？根据媒体报道，6月26日，朝鲜进行了弹道导弹试射，进行了多弹头打击测试。根据朝鲜发布的公告显示，这枚向日本海发射的弹道导弹携带了3种不同的弹头，分离后的机动战斗部准确命中了预定的3个目标位置。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是朝鲜导弹实力提升与技术飞跃的重要里程碑。针对朝鲜的多弹头试验，美国媒体表示，这项技术被称为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研发始于20世纪60年代。想要掌握这项技术绝非易事，需要综合运用大型导弹、小型弹头、制导系统以及在飞行途中分阶段释放弹头的复杂技术。外界猜测，朝鲜可能从俄罗斯获得了这项技术支持，毕竟俄罗斯在分导式多弹头导弹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根据韩国媒体报道，6月26日，韩国海军陆战队在西北岛屿一带重启海上炮击训练，这是韩国军方在时隔7年之后正式恢复训练。根据报道，此次海上炮击训练是韩国在6月全面终止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旅行协议后恢复的。该协议规定，禁止在北方界限附近水域进行实弹训练。在此次训练中，海军陆战队动用了 K9 自行火炮、天5火箭炮系统以及长汀导弹系统等武器。训练地点为延坪岛与白领岛。参训部队共发射了290枚炮弹。根据俄罗斯媒体6月27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对外表示，胡塞武装首次使用自主生产的高超音速导弹，对位于阿拉伯海的以色列船只发动袭击。这也是胡塞武装首次正式表示拥有并使用了高超音速导弹。据悉，该型导弹被命名为哈蒂姆2，在外形上有点类似伊朗的海波尔谢坎系列导弹的反舰型号。目前外界尚不清楚这是胡塞武装直接装配的伊朗零部件，还是只参考了伊朗导弹的气动布局，然后进行自主设计研发。根据瑞典媒体报道，瑞士鲁格航空航天公司将在位于瑞士中部城市艾门的车间组装和测试4架瑞典采购的 F-35战机。2022年9月，瑞士花费60亿瑞士法郎向美国采购了36架 F-35战机，折合67亿美元。如果生产计划顺利的话，瑞士将在2027年接收首批 F-35，然后取代空军现役的 F-A18 大黄蜂与 F-5虎式。与此同时，鲁格航空航天公司还希望今后可以开展国际业务，为其他欧洲国家维护 F-35。不过，这将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立国瑞士维护战机，意味着在战时可能无法得到完全服务。北约26日任命即将卸任的荷兰总理吕特接替斯托尔滕贝格成为北约新任秘书长，预计正式任命将于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进行，就职定于10月1日，其任期为5年。
之所以选他，主要有3点原因：一是吕特担任荷兰首相将近14年，政治和外交经验丰富；二是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后，吕特一直支持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这与北约战略重点一致。荷兰国防部6月曾发布消息说，2022年以来，荷兰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0亿欧元军事援助。三是吕特北约秘书长的任命经过了北约32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远超其他竞争者。对于吕特的上任，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了热烈欢迎，称他是一名真正的跨大西洋主义者，也是强而有力的领导者与凝聚共识者。泽连斯基也对吕特表示祝贺。吕特上任后的主要任务将是让北约所有国家的国防开支增加至 GDP 的 2%。据北约估计，该组织32个国家中只有23个国家达到了军费开支目标指标。至于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日表示，吕特的担任不太可能改变北约的总路线。他表示，北约在美国的直接领导下，都致力于在战略上压制俄罗斯，因此北约对俄罗斯而言是敌对联盟，是敌人。根据媒体报道，截止到6月18日，德国政府在今年已经批准了至少 74.8 亿欧元的武器出口，相较于去年上半年增加了 30% 左右，其中 60% 左右的武器出口到了乌克兰。在前5大武器主要接收国中，乌克兰居于榜首，沙特阿拉伯首次出现在名单上，价值约为 1.32 亿欧元。除此之外，还包括新加坡、印度以及卡塔尔，金额分别是 12.1 亿欧元、1.53 亿欧元以及1亿欧元。根据数据显示，在俄乌冲突爆发的2022年，德国向乌克兰提供了 22.4 亿欧元的武器，2023年金额增加到44亿欧元。考虑到俄乌冲突还未结束，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也并没有减少，这就意味着在2024年，德国武器出口总额可能再创纪录。根据媒体报道，俄军在6月29日对扎波罗热维尔扬茨克市发动袭击，并造成多人伤亡。在袭击事件发生后，泽连斯基再度发声，希望北约盟友可以提供远程打击武器。泽连斯基表示，我们的城市和社区每天都会遭到俄军的远程袭击，为了能对其进行反制，乌军需要可以打击俄军武器发射器的手段，并且还需要增强现代化防空系统的数量。对此，泽连斯基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远程武器。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拦截俄军滑翔炸弹、阻止俄军西进有什么别的方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烈军，下期再见。